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闹大了，丁禹兮、张新成被群嘲，有他在不意外，而骂声却更大。1集30分钟二人转，丁禹兮的刘海到底喷了多少定型喷雾？6月11日，1800南部档案在爱奇艺毫无预警地上线了，一口气扔出6集，播前预约量破269万。起始热度3023，半小时冲到4700，当天热度突破7021，这是2026年涨剧首日破7000的唯3行列。丁禹兮饰演的张海霞，角色热度开播不到5分钟破亿，断层领跑全网角色榜，粉丝云包场超13.6万座。丁禹兮这边光代言品牌包场就带了9个。数据好看吧？但开播当晚微博热搜第一不是爽惊艳封神，而是南部档案1集有30分钟的二人转。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切。首集民国初年南洋背景，正经悬疑探案开场，结果大段篇幅拐进了二人转表演里。制作方的解释大概是想展现民国南洋话交融，但观众的反应很直白。我是来看水鬼望乡案和邪神鬼案的，不是来看非遗科普的。有网友话是半小时才开始吐，意思就是前半段完全拖住，正事没干，镜头在那儿绕。这还只是第一层出戏，第二层是你在看的过程中会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，这两个人是不是刚从化妆间出来的？张海岩、张新成式和张海霞、丁禹兮式的设定是什么？南部档案馆探员，专办离奇鬼案，下海钻洞穴，经历爆炸，对战畸形生物，属于拿命在走的那种硬活儿。但实际画面里，两人无论跑了多少路，刘海纹丝不乱，脸上是均匀一致的煞白墨皮，军装干净的像走秀款。连口红印都找不着。南洋的潮湿、灰暗、泥沙、血腥气，这些本来是该剧最强的感官资产。4省8的取景，11复刻300米南安号巨轮，成家班做动作设计，部分特效走的《流浪地球》团队路线，单集成本约1500万，底子是真的砸了钱的。可镜头一对脸。超强墨皮加超黑滤镜，又把那层真实的脏全吃掉了，视觉效果变成了塑料感的阴森，乍一看很有调性，盯久了发现所有人脸上都像贴了同一张美颜预设。弹幕里高频出现的词不是吓到了，是 pose 摆拍定型喷雾，而且这个摆拍感不只来自妆造，两个角色时不时会在剧情流动中突然卡成一个定格造型，像在等摄影师按快门，然后下一秒又切回我在演探员的模式。张海霞被部分观众夸微表情细腻，后期双重人格切换有东西，但也同时被另一波人标记梗着脖子气泡音油腻。浓妆墨皮吃掉了疲惫感，这两个评价指的不是同一个人的两种风格，而是同一个镜头语言矛盾，演员在试图演活，但调度和滤镜在强行拍美，两边拉扯，演技的裂缝就被放大了。再说案件本身，巴莱古神雕像那条线，碰过雕像的人被幻觉引诱，进洞穴挖宝藏，有去无回，死亡过百，盘花海礁的案子，渔民打捞沉船，一人凭空尸体从天而降，肚子里塞满盐巴。这几个单元的脑洞其实抓人，而且每案结尾都能兜回人的贪欲上来，同时埋古神传说。张家档案馆军阀阴谋的线，悬疑运转机制是有的，但问题也出在这儿，案件在画面里的分量，经常被双男主互动的另类兄弟情滤镜挤到一边去了。南派三叔徐磊兼任总监制和总编剧，这个身份对书粉是定心丸，但对剧作结构来说是一把双刃剑。他太熟悉自己的世界观了，熟悉到舍不得删自己的细节，同时又带着一个非常明确的惯性，
把双男主之间的特殊羁绊当成核心卖点来经营。《盗墓笔记》里张起灵和吴邪之所以成为白月光，是因为那份羁绊是从悬疑和生死里长出来的，读者读到了 CP 感，不是作者写一句你看他俩多配就能复刻的。到了南部档案的海字辈兄弟身上，这个惯性就变成了一种拧巴。张海岩和张海虾的关系既要是专业探员搭档加血缘兄弟，镜头又在反复往暧昧对照的方向蹭。张新成和丁禹兮各自跟女演员搭戏时那种纯爱暧昧都能拿捏住，但一换成同性对象加这个特定滤镜，整个化学反应就歪了。不是谁演的差，是剧本给的动作线和暗示方向本身就是两套互相打架的逻辑，让他们一会儿的是个专业硬查探员，一会儿又的停在你会不会多看我一眼的灯光里。豆瓣那边分数还在撕 5.7 和 7.0 两个数字同时在跑，正好映出观众的分化。一部分人认南阳质感，认傅大龙出场后的反派线，认张新成生台词的利落。另一部分人被首集二人转劝退，被墨皮滤镜出戏，被前半小时没进主线耗光耐心后直接划走了。还有一个不太有人但很说明问题的细节，开播前官微的操作被指偏袒张新成，双男主粉丝先打了一架，爱奇艺出面道了个歉，这是单独看是公关小事故。放回到整部剧的处境里，它其实是一个信号，连宣传口径都在强化双男主争锋谁更受宠的叙事，而不是把观众注意力锁在今晚这案子怎么回事上。所以你说南部档案烂吗？南阳的雨，巨轮的秀，巴莱雕像的鬼，盐巴塞满死者腹腔的冷，这些东西是真的在那里，制作团队确实去4省8的扛了实景，确实搭了真船，确实找了成家班和重工业特效班底，但他的镜头老是不肯让那些东西自己说话，非要隔一层墨皮，隔一个定点 pose， 隔一段你懂得的互动暗示，把南阳的湿气一点一点蒸干。热度7021这种数字不会说谎，它说明269万人确实坐到了屏幕前。但首集能让二人转3个字盖过所有南阳悬疑关键词，冲上热搜第一，也不是观众刻薄，是你把自家最该紧绷的那根弦自己先松了。